我们是在一次珠宝展销会上认识的，她挺漂亮，挺吸引我。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之后跟她相处过程中发现吧，她的性格一点都不像一个女孩，就是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让我特别无法接受。我本来就是一大大咧咧女孩，从小父母也把我当男孩子养，我觉得很自然不做挺好的。我跟她说她还不听，她总觉得自己做的才是对的，让我改这改那的。我觉得现在我就是这样，挺好的呀。而且她当初也喜欢这样子的我觉得她就是故意找茬在为难我。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完全不能接受她，我觉得如果她要不做任何改变的话，真的没法再继续下去了。这女人汉在哪儿呢？咱们掌声请出她。男主人公小芳24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职员；女主人公小雨22岁，也来自山西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就您这块儿，那叫女汉子啊？她外表不是女汉子，内心强悍。咋认识的呀？我认识她是在一次珠宝展销会上。因为我父母是做珠宝展销，她是当时作为一个模特嘛，展示珠宝。我觉得她挺漂亮，挺有气质。之后就开始想办法要电话，然后之后就联系，追了1个月，终于到手了。这次确实挺用心的，觉得她挺好的。可是后来就不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？我发现她身上有一些毛病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。她那种性格特别粗犷我性格怎么了呀？她就是特别那种女汉子那种性格，我家人现在也没办法接受她了。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记得那次她来我家吃饭，那第一次她来我家嘛，跟我父母见面，当时饭桌上聊得挺好，我父母对她印象也挺好。可是你知道那后面嘛，她吃完饭可能嘴里面有点食物残留，这个都能理解。你知道她怎么做吗？她直接就上手就这么处理，你知道？那不是卡牙了就得抠呀。可是你能不能遮着点？你说父母都在旁边，你这样不显得更文雅吗？不是，你这抠卡那么紧，抠不出来，这挡着很不方便的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那次是第一次认识父母，你说给他们留个什么样的印象？可是见父母你卡牙也得抠，你父母也卡牙。行，我这可以理解，可是更不能理解在后面。他吃完饭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电视啊，他就劈着腿坐，你知道，就这样。我那么做舒服。可是我父母在旁边，你就这样做，你说我当时跟他说，我说你病着点，我说那样不好。可是你知道他没有病，他反倒跳起2郎腿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那种女孩那种一般跳，他是那种小腿搭大腿上，就那样。我吃完饭看电视，你说往这沙发一坐，那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意思我还摆个 pose， 我怎么做呀？你说蒙娜丽莎我这样？不是，我不是说让你做什么蒙娜丽莎，至少你得让我感觉到你那种做法一点就感觉没有家教。那是我把你家当我自己家，谁在自己家扭扭捏捏的呀？他这次把我家当成自己家，可是他在外面也把外面当成自己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说那次我带他去西餐厅吃牛排，他居然拿着那叉子，他敲桌子说，这我不会用的，你给我拿双筷子上来。我就不会用刀叉，这有什么？西餐厅你见过用筷子吃饭的吗？可是我就是传统中国人，我特爱国。这跟你爱国没关系，姑娘，礼仪可以学吧？我可以理解，他不会用，我可以下来教他。可是他不能当时就那么去跟服务员抱怨，还说这个牛排半生不熟。那牛排搁你这么好血，那怎么吃呀？你后来不是给你点了份熟的吗？全熟的。可是你吃了吗？没有吧？你出去还不是吃那些烤面筋、烤冷面什么那些小零食？我就不喜欢吃牛排，那烤冷面多好吃呀！其实这个吧，我倒可以理解，女生倒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小零食都没啥。可是我就包容不了她那个吃饭那个形象，你知道吗？她根本就不注意这种自己影响。那次她买了个那果冻，这么大一果冻，跟碗一样大，她就蹲在路边，把那果冻掀起来，就这么撅吧，就这么吸溜那吃。你不那么吃你也吃不着呀，我总不能把脸抠里了。不是你也不能那样，你说周围那么多人都看着你，你说你这样你周围人怎么想你啊？你死周围有人还不能吃东西了，我就吃个果冻而已，干嘛呀？就是，我是真不知道说啥，我真接受不了这个。理解，咱能不说吃了吗？行，不说吃，咱谈点浪漫。你说
去年他过生日，我送给他一个那个手提包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他也觉得挺不错。可是他往这乱七八糟就塞那东西，你知道？那包不就放东西吗？你可以放整齐点嘛。哪个女孩包不是那样子的呀？可是你知道后来我带他去参加个朋友聚会，他居然在饭桌上啊，他就从那包翻出来一条那么长的袜子，那袜子上面还破个洞。是因为那个袜子烂洞了，所以我脱下来放包里，我不能穿烂袜子去呀。不穿，你这不能在那个场合你给我翻出来的袜子呀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说你看这袜子是便宜没好货，这以后再也不能在那家店买了。你说我能说啥？是在饭桌上是吧？饭桌上呀，你说那咋能忍受呢？不是，我不是有意掏出袜子的，我在找东西嘛。我就拿着纸巾啥的，我翻，然后袜子不小心出来了。我说都出来了，那说一声呗，都是朋友吃饭，你有必要把这事说出来吗？朋友不说你，我能不说你吗？人家好意思说你吗？你就好意思说？我说你不是希望你文雅一点吗？今后做事矜持一点，不要在公共场合。还有别的吗？那次带他去参加人家婚礼，这就更不能接受。那么多人，你知道，就在那吃饭，也是吃饭，他居然当众那么多人放出那有毒气体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不就放了个屁吗？还有毒？不是。朋友都在跟前，你不能收敛一下，你不能去卫生间。来了，我怎么 hold 得住？这个响动很大吗？特别大，那声音特大，你知道，还不是一般的。一般响。那你应该站起来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豆子吃多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可是他没有呀，你说，当时我可以你说呀，你就笑我，你说我总不能你给我安一消音器，我下回声音低。那次我本来说好跟他出去玩。我晚到了一会儿，你晚到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等你多长时间了？我就晚到了一会儿，可是你至于吗？你知道他当时怎么？我晚到了一会儿见人家是这，一个腿就搭马路牙上，一个腿就这么晃。我就不是，我当时是这样，你这样你晃太丑了。那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吗？你这样那也是个女生应该做的吗？你晃那个丑，我这样这不也挺好看的吗？你问问在场女观众们，你说有女观众，你说等人是那样等的吗？我穿高跟鞋等你，我可累了那天。累也就算了，我可以理解，确实。可是说话你这还带脏字儿。你看那天他跟我说啥？哎呀，老子等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要再不来，老子就上诉了。你再不来，我真上诉，你不要不信。你说话问题我又不是没跟你说过，是不是？你也承认，可是你改了没有？我改了呀。是。老子不用了，改成老娘了。这叫改吗？这？那我也改了。那次你看，这不是约好是出去玩去？他说他非要说去电玩城，去了那儿看见一个大哥，你知道玩那游戏玩好，好像还是个跳舞，人家大哥那儿跳的特别活力四射。他跑过去，哎，直接就拍人家肩膀，你说你哎大哥，你说你这玩的怎么好这么好？你说你咋掉那么多游戏？给你教我呗。人家那大哥就玩可好了，我就没人家玩的好，不能问一问。那你教我？我没不让你跟他学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得注意你的形象呀，你不能见人家人就搭人家肩膀，跟人家那样吧。那说话那很正常，那不是认识了，你还成天拉女生手了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大哥，站起来，我看看他是怎么打招呼的。来，站起来。没人这样。你跟他，跟你也行。不是，他是我们这儿的专职模特。就我这身材不配，没事，那个配挺好的。我说，哎大哥，你玩的好，说你这怎么玩？你教教我呗。这很正常的肢体接触呀。你能接受他这样吗？说真话，说假话。真话能行吗？我接受还行，但是我女朋友肯定不行。那跟你得了，快别跟我了，这。请回。接着说啊。还有一次是我带他去逛书店，当时我说我紧上厕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知道我从厕所，我刚才回来，我看到啥？他坐那儿一个人无聊，人家玩那口香糖，就刚嚼完，你知道那么恶心，左手粘右手，右手粘左手，还拉长，时不时还碰一下。不是，拜托，我是当时没有垃圾桶，我没地方吐。你说我不能弹这啊？我觉得你还不如悄悄弹地上。哎，我不弹，说明我有素质。小子，这个我说不对。可是你那也叫有素质。你说哪个女孩人家就那么玩口香糖？你说3岁小孩都不玩，我现在根本不怀疑你素质，我现在怀疑你智商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口香糖不跟橡皮泥一样？你小时候没玩过？来一句。
就除了这个，其他还有什么毛病吗？这都礼仪啊，这个可以改。那他得改啊！你说问题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改啊！我最担心就这点，他改不了。你说我这怎么以后怎么娶进门啊？这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，改什么呀？有什么好改的？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现在还不承认。这个不吵啊，是不是问题？听听他们的，他们给你们支支招，他们有办法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孙老师，你先说吧。这姑娘做这些事儿合适吗？我觉得你是个直性子的人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不好。真得改，真得改。你瞧瞧你身边这一表人才的男生，他刚才说了那么多对你的不满意，但是从他的言谈举止，包括他今天愿意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喜欢你的，他只是希望你改。你说面对一个这么优秀的、这么疼爱自己的男孩子和一堆坏毛病，你一定要选择坏毛病吗？我觉得不是什么坏毛病，那不属于毛病。是的，中国说到底还是礼仪之邦，有家教的家庭，他们一定是在这方面有要求的。主要我家人嘛，爷爷我也没见过，然后奶奶也走得早，我爸我妈也都在外地工作，我就一直也一个人。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一个人生活，我得自己去打工，自己做兼职，坚强一点，自立一点，这是应该的。难免也会有这些毛病，我不像那些小女生每天被家里人捧着呵护着，就害怕每天风吹着日晒着。我也每天就一个人，我觉着这些不是什么问题，不应该因为这个理由跟我分开。他没想跟你分开，但他希望你改。而且你刚才说了你的那个经历呢，我就知道了。其实你有你的优点，你很坚强，然后你的性格非常的好，这都是他喜欢你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你身上确实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那是因为你缺少父母长时间在你身边对你的教育。这个不怪你，没有爸爸妈妈在你身边。但是你现在碰到这么优秀的男孩子，你为他去做一些改变，有什么难的？那是你生活中的一些缺失，你把它补上了，你将有一个完美的人生，不好吗？好是好，但我更希望他能理解我，能接受包容我的一切。咱有缺点为什么不改呀？你失去他是你的损失，而你失去那些缺点并不是你的损失。小张哈，是不是特爱他？肯定爱是爱，但是不是特别爱。不是，就刚开始也特别爱，但后来由于他身上这些缺点，让我实在没办法接受他。跟他在一起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吗？你看刚才你们说的时候，我们笑翻了都。是他在我身边，我感觉我就不累，就是活得特别轻松。但是，可是有些情况你得理解，那些情况你说在我家，因为我是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。明白了啊，所以这样的，我从旁观者来看哈，你的女朋友她是我们在我上大学时候最喜欢的那类女生，就叫野蛮女友。韩国那个拳击。那你最后娶你老婆不是还舒静静的吗？我老婆也是个野蛮女友。啊哈。只不过她和你现在女朋友的区别在于说，她在家野蛮，在外淑女。你的女朋友是里外都野蛮。啊，对。如果她要是在家野蛮，你能接受吗？就你们俩。啊，只要不往外传都行。你看，所以她要改变的是她在外面。对。面对你父母，面对其他人，公众场合的礼仪，对不对？是。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我特别欣赏那样的女孩，因为她天性纯良，不拘的，最重要的是她不装。虽然我们要讲究礼仪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两个极端，很多人有点装的过分了，这个女孩有点不装的过分了。对，这些都没办法接受呀，你说那？我的意思是，她身上不装的这一点，是她非常优秀的一个品质。你所要做的，不是埋怨她。指责他，当众羞辱他，而是给他以爱和关心，试图软化他，让他开始改变。他但凡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，你就要鼓励他，说：“亲爱的，真不错，你这样真美。”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要不珍惜你，我让我表弟娶你。来吧，表弟说话吧，来。我不是他表弟，我是过来人，但是。
我还真挺喜欢你的哟。听着没？小伙子，你到底看中他的是什么？很显然，你们由于自己生长的环境，你们是两类人。你喜欢吃西餐，他喜欢吃冷面；你喜欢规规矩矩的，他喜欢自由自在的。两类人如果使劲努力的在一起，的确比同类人在一起要困难得多。但是如果两类人能够克服困难在一起了，一定比同类人在一起有趣的多。其实这就让你生活当中平添了很多有趣。但是我们还要回到一个前提，是背了一个爱字，而这个爱绝不是摆在表面的。就是那句话，你爱他是他的里子，还是爱他这个光鲜的外表？如果真是爱的话，自己做一些调整，一些宽容。女孩，你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，你的问题就是太自我了。你有一些缺点，你也知道你男朋友喜好什么，你可以为他做一点什么，而做的这件事情不丢脸，也不是完全为讨好的，而是为了两个人能更加的快乐。不要那么任性，不要那么放纵，稍微的改变自己，不要改变本性，这样慢慢的你们俩就可以磨合到一个频道上。如果真的你们双方爱的对方都是他内在的那颗心，那颗真诚的心，不装，互相做一些调整，你们俩就可以走在一起了。他们说你装，你说你不装，不装也是一种装，但人类要不要装是要装的。礼仪和家教就是一种装。你说你要是完全不装的话，你自己舒服了，像个屁篓子也，但别人却难受。关键是装的不要太过。我所告诉你的是，适当的装是必要的。如果都不装的话，我们都不用穿的这么整齐，可以肆无忌惮在这儿，那这节目就可以啊。如果一个人装，他还要求别人装，那大家就一起装。不，大家都不装也你错了，不是他要求你装。你比如说，别说女人了，男人搭的这么近也不舒服。对呀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安全距离，我们俩都不特别熟，如果这么搭一下，真的不舒服。我说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我觉得稍微要注意，我们讲一些分寸。你反正在什么场合干什么事儿。再举个例子，平常包乱点，明明知道今天要跟他出去吃饭，你包里面的袜子也拿出去吧。没想那么多。你看，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没想到，没关系，稍微注意一下都不是问题，听听他的提醒就好了。当然，你也别借此挑姑娘的刺儿，你理解我说的了？我肯定不会挑她刺儿。那就行。面对爱情的时候，坦诚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对方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又是他的家庭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又不是特别高的要求。再说，即使我们对教养的要求高一些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不希望活在一个壳里。这怎么叫壳呢？凡是只要一过了，姑娘就出问题了。过度的要求所谓的礼仪仪式化的东西是问题，不要求也是问题。所以我们不就活在这个中间线上面在游走吗？找那个平衡点吗？走不平衡呀。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所有影响他人的都是不可以做的。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。姑娘，注意一些，在公共场所的时候，我们满足基本的一个社交礼仪，不是要求你改变性格，活泼的要保留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他们俩的时间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吧，我也不是说完全接受不了，我觉得有时候在一块儿让我挺快乐的，但是你的那些习惯真得改。你说一个得体大方的女孩怎么能在公共场合那么不注重自己的形象？以后你还是我的妻子，你还是我爸妈儿媳，还要做孩子的妈妈，你还教育孩子，我觉得这些咱们基本的礼仪你必须得改。如果说是你真不改的话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。我本来性格就大大咧咧的，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在外边生活挺不容易的。说实话，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花你多少钱，也从来没问你要过钱，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。你说我女汉子吧，但是女汉子怎么了呀？
不是女汉子，是谁在你喝醉的时候一个人背着你的啊？一个人拖你到车上开车送你回家是谁？你送我那个包好，我送你的手表呢是不贵，你买得起。那我花了我2个月工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2个月怎么过来的吗？你想我性格这样那样，你送我东西我都好好保存着。我知道老师们说这么多，我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但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，我一个人真的挺不容易的。而且，就算我是女汉子，你也是你一般的女人。哎，开灯吧，开灯吧啊！最后一句话是，我再女汉子，我也是你的女人，对吧？其实真的感动，恰恰是因为她的这种性格，才带来了她很多的东西你喜欢，而你对她约束的那一部分东西，我觉得对内就算了，在对外的时候，希望你能改变，明白吗？回去吧。不能再说一句话吗？不行，学会克制。他说你女汉子就女汉子了。最后一句。不行，回去。约束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回去。出来让我看见你啊！他要不出来，你能把他怎么着啊？拖出来。来，请关门。我现在知道这个马丁和曲伟为什么也喜欢这姑娘这类型的，粘上就不放手，你知道吗？接下来看他们的选择吧，一起数5个数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你别拿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装礼盒。当你把这个送给你的女朋友的时候，就代表着你要在心里告诉她说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同时要感谢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对的神圣而浪漫的求婚时刻。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我就是希望你把那些缺点改了，把缺点改了，跟我走吧。啊，礼物。我看这块他不汉子了，不是也小鸟依人吗？下面没那么轻松愉快了。